好，我是万南。今天这条视频的主角呢，就是这台问界的7M7。这台车呢，它已经升级了无图 NCA 支架领航辅助的华为 ADS 2.0 智驾系统。其实这台车我在1周前就拿到了，因为非常好奇它的能力到底怎么样。所以呢，这一周我和我的同事也是在找各种路况以及各种城市去试它的无图 NCA。现在大家简单总结啊，无图 NCA 确实很聪明，越来越接近 L3的水准了，就是需要人工接管或者降级的情况很少。当然了，有一些特别复杂路况，你真的是紧张的那个汗毛都要竖起来了。但总的来说呢，你是可以相信它的。总体来说人很满。那我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，你看前段时间还在推那个基于高精地图的自动驾驶辅助，那为什么现在又开始推这个无图 NCA 了呢？其实呢，像有图和无图 NCA 它们的区别类似于开卷和闭卷考试。那我们可能理所应当觉得这个开卷考试更简单，对吧？但是前提是你得找对那本书，而且呢问题得和书上内容对得上才行。就像这个高精地图的话，它是需要经常的更新维护，并且成本也比较高。而且如果说遇到一些临时变更的情况，比如说像修路什么的，那就很容易抓瞎。那无图 NCA 呢就是闭卷考试了，大家可能会觉得闭卷考试更难，但是大家考过试都知道啊，就闭卷考试它考验的不光是这个书本上的理论知识，还有就是我们举一反三的能力，尤其是这个开放题，那就不是光抄书就能解决了。所以呢，虽然说无图 NCA 更难，它要求有更好的算法以及更好的传感器，但是从这个普及度以及执行效率来说，那肯定是更实用的。比如说像以前这个有图 NCA，你就得等一个个城市慢慢点亮，但是呢，现在无图 NCA 是直接全国任何城市都可以开，就这个覆盖度就完全是没法比的。那么这个问界 7M7 上的无图 NCA 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？问界 7M7 我们体验了1周多，中间跑了很多路况，甚至还去了北京周边的城市廊坊。首先呢，先看相对普通正常的路段，它的整体表现怎么样？像自己打灯变道、自己识别红绿灯、自己停车起步、降速避让车辆，甚至异行入口，这些都不在话下。而且它会随时告知你它正在做什么或即将做什么，让司机也更放心。这里呢是稍微复杂的城区路段，各种道路参与者都有，甚至还有很多车在路边停着。那么问界 7M7 需要在短时间内识别大量主体，进行优先度分级。在通过复杂路段时，也要求有更高的通行率，肯定不能一味的避让等待。这一点它做的还是挺好的，在效率和安全中间找到了平衡点。像这种有左转带行区的红绿灯路口，其实这种情况最大的障碍并不是硬件设施。问界 7M7 对红绿灯读秒、带行区灯的判断已经很精确了，但是其他道路参与者，特别是在无保护左转的时候，遇到冲红灯的电瓶车、行人等，那就是不可预估的鱼雷了。这里呢就很考验传感器对侧向小体积的移动物体识别，以及左转进入路口之后对路口情况的快速识别了。RCR 网络 2.0P 和 LCC 通过路口的效率和安全性就大大增高了。然后呢就是高速路段，虽然说高速无图 NCA 早就开放了，但还是想试一下限速识别、跟车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了，更多是图像的慢车、障碍物、侧面车道车辆重心，又或者是变线的时候侧向车道存在车辆情况的处理，还要对路面划线、出入口、匝道等情况进行识别和执行。毕竟这是 L3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最容易达成的场景。问界 7M7 无图 NCA 在这些场景之下呢，遇到慢车的话，基本都会很快速地打成超车，识别匝道也很准确，基本都是提前变道。上下匝道的时候有这种大曲率拐弯也是非常的丝滑，甚至速度也不会很慢，基本都是顶着限速跑。当然了，遇到入口汇入的车辆，它也会稍微让一下。还有突然遇到的因为施工而临时改道的路段，它可以识别到桩孔和正在施工的路况，提前呢就开始打灯准备绕行了。该变更车道的时候会果断变车道，不会对着原来那条车道来回薅。问界 7M7 通过一个激光雷达、3个毫米波雷达、11个高清视觉摄像头和12个超声波雷达的传感器组合互补来绘制出场景，配合 GOT 网络 2.0 如何感知 BEV 来识别物体，帮助系统进行判断。所以呢，哪怕遇到这种异形障碍物，它也会快速识别，然后打灯变道来避让。还有一个场景啊，生活中经常遇到，但你可能不会在意，那就是线宽墩。有的地方呢，为了限制大型车辆通行，在关键节点的位置都会设置线宽墩，但是它们材质、尺寸都不统一，很容易造成系统误判。现在的新能源车越做越大，像问界 7M7 的宽度都已经达到195毫米了，过线宽墩的时候也没有多少剩余了。那这种情况呢，就非常考验传感器对于障碍识别的准确度了。但我们实测的时候发现它过得还是挺敏捷的，感觉比我过的都要快。大家应该都看过网上的胡同极限停车吧？所谓极限的原因呢，除了环境狭窄之外，还有就是胡同里有很多非标障碍物，还有很多行人、非机动车等低速弱势的道路参与者，非常考验无图 NCA 对于障碍物的识别以及对于弱势道路参与者的保护。决策执行呢也会影响用户的体验。我们测试过程呢非常顺利，安全又有效率的穿过了胡同巷子。说实话，就算是我来开，也是手心冒汗的。这个时候交给 ADS 2.0，反倒是更放心了。并且呢，我们中间还有去到北京周边城市廊坊，为的就是远离各大厂商的自动驾驶辅助都精心标定的北京，看看在3线城市无图 NCA 是不是还能这么好用。我们去了廊坊市区内路况很复杂的万达广场附近，这里行人、路口无保护左右转的情况非常多，自己开这个路其实挺累的。试完之后问界 7M7 逻辑我没觉出和在北京有什么不一样。另外呢，还有像高速的上下匝道也同样很顺滑，非常偏僻的非铺装路段甚至都能用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刚开始使用问界 7M7 无图 NCA 的话，我其实还不太信任它，但是基本上开了一小段之后，我就完全相信它的能力了。现在就是进入收费站，还有一些内部道路停车场能用。除此之外呢，绝大部分路段我只需要观察路况，把手放在方向盘上，然后其他的交给它就可以了。怎么样？这一轮测试下来，大家对问界 7M7 的无图 NCA 的表现还满意吗？你们给打几分的？打在公屏上。其实我总体来说还是挺满意的，因为平时咱们自己开车的话，那可能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，但是呢，系统毕竟是在执行命令，它要对用户以及所有的道路参与者负责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执行和决策可能会相对保守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啊，这一周其实我总体试下来，我觉得它整体逻辑还是会比较激进的，然后决策呢也还是效率挺高的，就感觉很像一个已经开了10年车的老司机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现在无图 NCA 的表现真的是和 L3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只差临门一脚了。你期待自动驾驶来临吗？我是越来越期待了。